吾弟当为尧舜，大明是你的了。殿下好剑法！太无聊了，穿越这种事不应该是文科生专属吗？我一个理工男，大明这烂摊子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殿下，奴婢有事禀报。有话就直说。过几日就是魏公公的生日，您看咱们是不是也要送点礼物？魏公公，魏忠贤，殿下莫要动气，奴婢知道您和魏公公身份天上地下，但眼下皇上落水静养，许多王爷大臣都想着给魏公公送点什么，总归是些人情世故。送就送呗，王爷您答应了。别太贵重就好。魏忠贤几时过生日啊？回殿下，再过5天，初3就是的。那我能去吗？啊，王爷，您要亲自过去？不行吗？殿下既然要去，奴婢想场公不会不给面子，待奴婢代为传达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啊，殿下，您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该去找魏忠贤了吗？奴婢这就去。王妃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坐下仔细说。王爷不答应，臣妾便不起来了。不就是去吃个饭？你搞得我好像是去鸿门宴一样。还有，王妃你不要跪了，弄得我坐下跟你说话都要低头，太累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王爷，您何必要去给一个孤女祝寿？这传出去，只怕朝臣们又要议论了。王妃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过去就是看看，吃顿饭，没说给她祝寿。再说了，魏忠贤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走，吃饭去。大胆奴婢，你们就给王爷吃这些？回王妃，这是老祖太太吩咐的，说是近日宫中开支比较困难，二是为了给皇上祈福，宫内外都要吃素。不错，来，一起吃点吧。奴婢岂敢？搞这么多，我和王妃也吃不完，到了不是浪费，坐下一起吃。王爷，您真不觉得不妥吗？这菜太糙了，臣妾让人去重新买些吧。做都做出来，吃呗。而且普通百姓可能连这个都吃不上呢，别浪费了。王爷真的答应了，他怎么说的？回义父的话，王爷他很痛快的答应了，还让孩儿去准备礼物呢。哦，真的，这倒是让咱家没想到，就没说别的。长公，王府那边的人来回话了，王爷把祖奶奶给的饭菜都给吃了，一点不剩。信王如此，看样子倒是不难对付。但咱家听说最近很多东林逆党在想办法和信王串联，这是不是他在故意示弱呢？那义父是想如何做？这是你该问的，我告诉你怎么办，你能做吗？滚！是，孩儿这就滚。寿宴当天，你派人多盯着信王殿下，如果他神色有什么不对，立刻记下告诉咱家。王爷，奴才问殿下好。这就是魏忠贤，看着很普通啊。魏公公，你等什么呢？奴婢该死，竟然忘了给王爷行礼。简单一句话就让魏忠贤乖乖行礼，果然有圣君潜质。王爷，请上座。不用了，今天你过寿，本王坐哪儿都行。这小王爷还挺识时务的。周大人，我看信王殿下没这么简单，刚刚义父跪了他，给足了面子，这下算是有来有回。小小年纪知道见好就收，能屈能伸，旗帜不小啊。有理，这么看来，是我小看信王殿下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
刚刚看到你后面有东西，没忍住。魏公公，很疼吗？没事，王爷请自便。王爷，要不还是您坐这儿。魏公公，不都说坐哪儿都一样吗？没事的。这些人什么毛病？不让人好好吃饭吗？魏公公，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啊，比本王强多了。王爷说笑了，老奴怎么敢跟王爷比呀？这几天宫里都只给本王吃咸菜和粟米粥，一回两回还行，多了还真有点腻。奴婢一定会彻查此事，给王爷一个交代。明明朝堂上都是我的人，他竟敢当众戳穿此事。行了行了，你怎么又站起来了？快坐下。是，殿下，老奴想起一个事儿，正好问问您的看法。老奴有个侄子叫魏良堕，前阵子得圣上恩宠，封了安东侯。有些官员上奏弹劾老奴，说老奴是任人唯亲，滥赏滥封。老奴心中不安，想请教殿下如何是好呢？魏公公，你侄子我以前见过吗？没有。那我也不好判断吧。还是说封侯这事归我管？此事与王爷无关。那你问我干嘛？就是想问问王爷对此事如何看。可我不认识你侄子，我总不能胡说吧？要不你把你侄子叫来我看看。以退为进，王爷高明啊！看着像缺心眼儿，绝对是在演戏。深不可测，实在是深不可测。魏公公，这个我带走行吗？朱由检这是在讽刺我生活奢侈。王爷这么说，真是折煞老奴了。老奴是皇上的奴婢，自然也是王爷的奴婢。王爷想要什么，尽管拿去。那你让你家厨师再重新做一次，我带只新鲜的回去吧。好吧。义父，我刚刚一直在观察王爷，发现他没什么异样。废话，他一直低头吃东西，你能看出来就怪了。义父息怒，那义父觉得还要不要动手？动个屁！那可是王爷，皇上的亲弟弟。那义父，要不要派人再跟上去，看看王爷跟什么人有接触？这还用问？孩儿明白了。臣翰林院侍读温体仁，臣翰林院修筑周延仁，求见王爷。二位大人有何事吗？王爷，此处不方便，臣斗胆，可否许臣等上车一谈？夜深了，本王还想早点休息。二位有事可以明日早点来王府。莫非王爷无有远志，只想终日困于床榻？是的，我就是想困于床榻。那好，你们就长话短说吧。王爷，您今晚的表现实在令臣目眩神迷。王爷如此圣君之姿，必能兴我大明江山。这味道太对了，像极了实验室里狂拍导师马屁却拿不出数据的混子。殿下，如今天下纷乱，正是等待明主的时候。王爷今日表现丝毫不输太祖与成祖皇帝，臣等佩服。所以呢，你们想说什么？王爷，像臣这样期待明主的人不在少数。他日殿下若有成为天下共主的一日，臣等愿效犬马之劳，定当竭力报之。家伙，哥还没死呢，好我这儿求着面试来了。那个，二位现在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呢？这个，臣目前是在翰林院里修书储才，因皇上早就停了讲学，臣又没别的职务，所以还未实际参政。合着你们胡子都这么长了，还没工作经验？那如果让你们来施政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臣以为应当广施仁政，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任用贤能。你说的这个也太宽泛了，一点实际内容都没有，来点具体的。本王听说现在西北有很多农民造反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王爷，依臣所见，那些逆贼不过是乌合之众，只要朝廷任用一员猛将，集合精兵剿灭，则大局可定。猛将是谁？你懂用兵吗？臣是文官，不善兵法。那你说个啥？合着全是纸上谈兵？本王明白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回家等通知吧。大明文官都这水平，难怪亡国。不管了，先吃烤鸭。大人，刚刚王爷和那两个混账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吗？都听到了。这帮书呆子果然拍马屁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但都不中用。义父，温体仁他们说了您的坏话，孩儿马上派人收拾。这段时间就不要生事了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也管好手下的人吧。再说了，
王爷他大智若愚，今晚温体仁和他见了面，你后脚就杀人，他能不知道身边有内奸吗？那义父打算怎么办？哼哼，一个皇帝不信任文官，那他不就得靠咱家这个太监？咱家想想。长公，长公，大事不妙了！皇上他要不行了。之前养成的6点生物钟，到现在也改不掉啊。宫里有旨，请信王殿下即刻进宫。皇上突然召王爷入宫，难道是有变故？王爷一定要小心啊！掉啊！怕什么？按历史我还有10几年才上吊呢。果然还是皇帝的地方宏伟啊！这个时候还如此冷静，信王爷真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忍辱气魄啊！王爷，皇上召您进去，恐怕是有大事要嘱咐，还请您有个准备。皇兄要安心养病才好啊。皇兄有什么要嘱咐的？吾弟聪颖，你还记得当年父皇驾崩时你对为兄说的话吗？当时你问皇兄，我也可以当皇帝吗？不是吧，前身这么虎吗？为兄和你说，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。皇上，吾弟当为尧舜，大明是你的了。我就这样当皇帝了。明朝皇帝治国不行，选老婆眼光真不错，这长得也太像我前世的大学同学了吧。魏大战，难不成是要对我试探了？殿下有何吩咐？我过几天登基后，我嫂子怎么办？自然是搬出坤宁宫，王妃为新皇后入主后宫，张皇后到时候安置何处，就看您的意思了。能不能让她住得离朕近一点？这个嘛，这个殿下，您想干嘛啊？我以为我跟客氏的事情就够大胆了，他竟然……没事，当我没说吧。要是能搞定这事，我的地位就稳了。殿下勿扰，此事虽然没有先例，但并非不能为之。奴婢愿为殿下效力。能时不时看看长得像大学同学的嫂子，解解乡愁也不错。如果真可以，那就试试吧。什么？皇上，殿下看上张皇后了？这成何体统啊！咱大明朝开国以来也没有这么搞过呀。怕什么？你我都能到一起，这大明朝还有什么体统？只要殿下高兴就行。你怎么想事情顾头不顾尾呀？好日子过久了，一点脑子都没了。殿下是未来的皇上，他相中了张皇后，那张皇后之后不是更加不可阻挡？他不高兴了，跑去殿下那边吹吹风，还有咱俩的活路。不对，这不对，咱家中计了。怎么了？还有不妥？这女人对咱家可颇有怨言，咱家一直在想找机会收拾她呢。如今殿下忽然说要张皇后离她近一点，是不是在警告咱家别下手？她有意把那贱人留在身边，就是为了收集你我的罪状。那就不能让她得逞啊！我也想办法对付那个小可爱去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答应殿下，要是现在反了悔，岂非是此地无银300两？好算计，这朱由检如此年轻就有这般手段，将来还了得？老娘还能指望你什么？要是新皇帝上来把老娘赶走了，你个老小子也不要想好。哎呀，姑奶奶你放心，过几天殿下就要第一次劝进了，咱家到时候再看看吧。唉，皇帝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大嘛，没自来水，没网络，连个手机都没有，看着多少有点瘆人啊。一个人吃喝太无聊了。
殿下有何吩咐？你们饿吗？哦，你们都是北方人啊，以前都在哪儿当差？回殿下，我等都是从卫所转过来的，上过辽东战场。这么说来，你们都上过战场，是老兵了，保家卫国，功臣啊！来，走一个。殿下，折煞奴婢了。好好的老是跪什么？跟你们喝酒这么费劲，起来！你们为了国家出生入死不容易，守卫边疆的都是英雄，有你们负重前行，我们才能放心生活。不用谦虚，奴婢愧不敢当。对了，你们来这里当差，卫所的田怎么办？回殿下，自从建奴占据辽东，家便没了。至于田地，早就被将军们和地主吞了，连荒田都被收入了黄庄。过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之前本王也没干什么，这么说来，应该是皇兄他没当好这个皇帝啊。请殿下收回这话，奴婢不敢听啊！这些人都什么毛病？陈述事实也不行。起来吧。那既然田都收入黄庄，国库应该有很多钱发军饷吧？你们都领到钱了吗？明白了，一分没发。可钱呢？钱去哪儿了？话说，这把田收入黄庄的绝世好主意，是谁想出来的？让你们保护殿下，你们竟然在这里喝酒，好快活！都给咱家拖下去，领板子去吧。等等，殿下怎么了？他不过陪本王喝点小酒，怎么，和我一起待着是什么罪过吗？这个奴婢没有这个意思。那就没必要罚他们了。你去忙吧。魏忠贤，我睡不着，找他聊聊天，说说话就能睡着了，你就别管了。难道我连这个自由都没有？是。完了，被9千岁盯上，今晚就得写遗书了。你别跟殿下喝太多。魏忠贤，我很中意这个人，他的样子我也都记住了，今后他就给我当贴身护卫。要是少了这个人，我可是要找你的。奴婢明白了，多谢殿下救命之恩，不是殿下的话，我等都要去诏狱了。你们没犯错，我能救当然会救，都起来，坐着说吧。今后愿为殿下鞍前马后。其实大家都盼望殿下继位后改变历史，重振朝纲。事到如今，先喝酒吧。就这个了。选得这么快，难道是魏忠贤这阉贼提前操控的傀儡戏码？殿下就不再想想别的吗？我觉得这个就不错，重振，这不是挺吉利的吗？老百姓们肯定也能听得明白。原来殿下的意思是，希望全天下百姓跟着他一起重振天下。殿下圣明，臣这就去草拟登基诏书。几时能下班啊？早点把王妃接过来，顺便去看看长得像大学同学的嫂子。正奉万王。陛下，臣右副都御史杨所修要弹劾兵部尚书崔楚幸。大胆！登基大典岂容你放肆？就医官何在？把他给咱家带下去！崔楚血身为兵部尚书，屡次贪污军饷，导致前线粮饷不济。他本人贪权弄私，实乃十恶不赦之国贼。谁是崔楚秀？陛下，臣实在冤枉，杨所修所言都是污蔑呀！国库里没钱，怎么能说是臣贪污了呢？魏公公可以作证，下官一心为国，绝无私心啊！魏公公，难道你还要替陛下做决定吗？哦，原来这个是崔楚秀，贪污军饷，这罪名不小啊，真麻烦。我现在是大明的皇帝了，得说点啥？遇到大事面如平湖，明君之相啊！杨所修，我朕有话要问你，为何不先问崔楚秀？莫非皇上要对我发难？你说崔楚秀贪污，可有证据呢？谁主张谁举证，这话有道理，这皇帝不糊涂。当然有，崔楚秀虚报预算，给边军的军饷本来是80万两，实际上却只给了不到30万两。到了地方又被将领分走，落到士兵手上的寥寥无几。臣请陛下彻查，若有虚言，臣愿以死谢罪。陛下，臣做的预算从来没有拿到足额的钱啊，至于钱到地被怎么瓜分，臣也不清楚啊。陛下，户部拨给兵部的预算确实有不足，但这是因为有人中途拿掉一部分，以至于国库早就亏空。若是崔大人非要说是户部的错，臣愿辞官，听候发落。蠢货，火烧的到处都是，怎么收场？
怎么又扯到户部了？这蝴蝶效应我可不敢乱动。导师说过，管人的秘诀就是少说话。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承认军饷被贪污，又承认崔楚秀的辩解，皇帝这是在暗示在场的大臣都没错，有错的只有一个人，明君啊！陛下明鉴，臣回去好好彻查，一定给陛下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臣请立刻崔楚秀及其背后之人，否则我大明亡国之期不远。真是不成体统！来人啊，把他抓起来，审一审是谁叫他在皇上面前说这些混账话的。不管谁对谁错，我才是主角，不能让太监比我强势，不然以后怎么摸鱼躺平？慢着，陛下，杨所修妖言乱政，不能纵容啊！难道陛下不信任奴婢吗？魏忠贤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到底你大还是朕大？陛下何出此言？看着朕的眼睛，回答朕。自然是陛下更大了，奴婢怎么敢和陛下比呢？知道就好。所以朕说不抓谁，就不要抓谁；朕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奴婢明白了。杨存修、毕子言，你们二位晚点来找朕，朕有话要问。想上班摸鱼，前提是得了解工作内容啊，就当找了个班上吧。上当了，咱家真的上当了！这个信王压根儿就不能信。你这样不是自找的吗？当初我就说了，在宫外随便找个说是先皇的儿子不就好了？我的姑奶奶，我当时也想过呀，可先皇那个身子骨，谁相信他能生出儿子？到时候万一各地藩王带兵进京秦中，你说我能挡得住吗？那你说，眼下该怎么办是好？不用慌，皇上他眼下还不像要对咱家动刀子的样子。再说了，朝中上上下下都是咱家的人，没了咱家，他怎么跟那班文官斗？有了，要不要安排个美女给他？还有，皇上他不是喜欢张皇后吗？想个办法，把张皇后送到他那儿去，到时候咱们用这个秘密能吃他一辈子。好办法呀，可张皇后能愿意吗？你当老娘在后宫这么多年是干嘛的？你先送个美女过去，用迷魂丹让陛下起了性子，到时候我再把张皇后弄倒，我不信陛下忍得住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本来想查查崔楚秀的漏洞，结果大明哪儿都是漏洞，都成筛子了。这烂账，老百姓能活下来真不容易啊！原来这么严重了吗？所以户部真没足够的钱，军队欠饷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了。臣无能，请陛下治罪。不要跪了，坐下说话。既然户部没钱，那确实也不能怪崔晨勋。陛下此言差矣，哪怕户部拨款不足，崔楚晓也该一分一厘不差地送到军队手中。军中将领也该秉公执法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贪墨。我大明的风骨就是被他们这种人一点点给贪没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完全没有贪污的世界是乌托邦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。乌托邦生产力，这都是什么？地方上也挤不出钱吗？地方上的财政有一部分要供给地方上的藩王，能挤出来的部分不多。给地方上的藩王，为什么要给他们？陛下，在各地分封藩王，然后用地方财政进行供养，这可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啊！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这不是养了一群寄生虫吗？给这些藩王的钱，不能停一下吗？或者让他们出点钱呢？陛下，这有违祖制啊！当年建文帝就是因为削藩，所以引起天下大乱，这么做恐怕会让局势更乱，万万不可啊！可这样，从哪里还能再搞到钱呢？陛下，依臣所见，只有再苦一苦百姓了，不如再加税吧。不是，这些藩王不是朕的亲戚吗？所以朕有困难，国家有困难，他们不出钱帮忙，那国家养他们的意义在哪里？陛下，臣有一计，不如先从几个藩王开始，
减少给他们的岁钞、禄米。臣估计能弄出200万两的进项。200万两，那就这样办吧。不过砍掉他们的待遇，藩王们就不会抗议吗？自然是免不了的。恐怕到时还有御史言官要弹劾陈氏奸臣、蛊惑陛下什么的。但在其位谋其政，臣为解君忧，敢辞其劳。这怎么行？苦事你干，骂名还你担，朕过意不去。这样吧，你就以朕的名义扣他们的钱。天下成了这个样子，他们不出血怎么行？难道只有朕头疼？陛下，那崔初祥的事呢？哦，今天开会是为了崔初修啊。杨所修，朕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团结，不如等等看再说。有些不利团结的话，还是不要说了。崔初秀的问题肯定有，但满朝文武有问题的人多了去了，你都能查出来吗？那求陛下给臣一个痛快的吧。崔楚秀乃是阉党，臣今日当众弹劾了崔楚秀，肯定会招致阉党的报复。恐怕今天就是臣最后一次见到陛下了。这么严重吗？的确如此。既然如此，那杨所修，你就住在宫里吧。有朕在，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杀你了。不，臣何能被陛下如此厚待？臣万死！那朕也没别的办法了。等你出了皇宫，朕是真的管不了你，总不能一下子把阉党给灭了。到底有多少人是阉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先住在宫里吧。这里房间还挺多的，而且有些事朕也想跟你了解一下，住近点也好多聊聊。臣万死，劳动陛下至此。把文官这么当人的皇帝真不多了，眼前这新皇帝真是明君啊！终于可以下班了。陛下打算几时开始日讲？什么是日讲？陛下，日讲乃是组织，由内阁、礼部、翰林院推选学问渊博的官员，给陛下深入讲解儒家经典。换言之，就是日常的帝王教育。当皇帝还要上课？陛下以为何时开始日讲合适？那就明天吧。每天都要搞一次吗？这个主要看陛下的安排，但臣以为当下应该尽快安定人心，恢复日讲，让朝野知道明君在位。朕明白了，那就明天开始，以后7天一次吧。多久没上过课了？慢慢适应吧。7天一次？万历爷30年不上朝，天庆爷1个月才搞一次，如此勤奋，大明之福啊！那就3天一次吧，再多可不行了。3天一次，皇上君无戏言啊！臣这就去安排。3天上一次课，想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孟兆月跑那么快干嘛？不管了，先下班吃饭。孟大人，怎么样？陛下怎么说？唉，当今天子真是令人捉摸不透，圣心难测。孟大人，您能不能有话直说呀？别做文章了，还起迟转急呢。陛下到底怎么说的？3个月一次，这个也行吧，总比没有好。尔等见识如此短浅，当今圣上难道是慵懒之人？莫非1个月3次？这可太好了，孟大人有功啊！徐师傅，你若是按1月3次准备日讲功课，恐怕跟不上圣上的节奏喽。圣上说了，3天一次日讲。吾皇圣明，列祖列宗显灵了，圣上秦奏，大明有救了。太祖也显灵了，成祖也显灵了。没想到啊，如今圣上竟然有如此好学之心，实乃大明之幸。孟大人能说服圣上，有功于社稷啊！徐师傅高看我了，这是圣上自己要求的。徐师傅不要失了仪态，莫要忘了我们的计划。对，那就说仇士良的甘露寺之变。这个好，就说这个。徐师傅，您可要小心。日讲时，魏忠贤定会派爪牙逃听，甚至魏忠贤本人亲自会来。您今晚回去，恐怕是要交代后事了。孟大人放心，只要能匡正朝纲，覆灭阉党，我一条性命何足挂齿。奴婢参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是王大办啊。皇爷，王妃说她还有几日才能整理好王府的东西进宫，让奴婢先来伺候。这个没事，那今后你就在朕身边了。对了，是不是该给你封个什么官职？皇爷在上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奴婢怎么敢开口要官？
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该封什么官啊？叫魏忠贤来。刚封官就叫9000岁，皇上这是要和魏忠贤摊牌了吗？你可要小心啊！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你我都该请辞。要是不快点稳住新皇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一会儿就去弄晕张皇后，你那边也要快啊！姑奶奶放心，我肯定有办法。信王妃还没进宫，张皇后也在准备移宫，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。长公，皇上急召您去养心殿。你跟咱家走。王承恩，王承恩怎么这么快就到御前了？魏忠贤，朕打算给王大虎封个官留在身边，你说给个什么官好？王承安上位，那将来的司礼卷秉笔就不是我了。皇上这是不好直接开口，逼我主动退位让贤，好手段。皇爷，若是要伺候皇爷身边，该封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。不过批红和东厂的事情，奴婢恐怕王公公还不熟练，不如先让奴婢带一带王公公，之后奴婢再请辞。我就想给王承恩升个官，魏忠贤说这么多干嘛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既然可以封秉笔太监，就马上干吧。至于你说的什么批红和东厂，还是由你先干着，请辞就不用了。奴婢领旨，一会儿奴婢就让内阁票你。恭喜王公公了。多谢魏大丹，皇爷此举必有深意，必须谨慎配合皇爷。皇爷，奴婢知道王妃暂时还未入宫照应礼仪，特意选了一名宫中侍女照应起居礼仪。魏忠贤，你这是要干嘛？皇爷又没让你这么干，你何必画蛇添足？王公公，你才是真的画蛇添足吧？奴婢不过是想为皇爷分忧，今日登基大典下来，皇爷都累坏了，派一名女子伺候能错到哪儿去？都别吵了，他们就留下吧。奴婢领旨，奴婢这就带他们去沐浴更衣，一会儿就来侍寝。侍寝？我有说过要他们侍寝吗？皇爷，您不要他们侍寝呐。我只说要留下他们，没说要干别的。对了，你去把皇嫂给我叫来。我说娘娘啊，奴婢都已经这样说了，你还不肯赏脸陪奴婢喝一杯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还要本宫给面子？妖妇！以前你蛊惑先帝，如今新帝登基，看你还有什么本事留下来。哼，我留不下来，难道你就可以了？你要是能给先帝生个儿子，现在早就当太后了。妖妇，不是你种日蛊惑先帝，算计得先帝断子绝孙，本宫定要皇上把你碎尸万段！哼，你想见皇上是吧？老娘会让你见的。来呀，伺候娘娘饮酒。你们要干嘛？圣上有旨，请皇后娘娘速去养心殿。怎么回事？不说好弄晕了送过去吗？还用圣旨？皇上，皇上，快拦住他，追上去！来，大家都吃点，喝点。魏忠贤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大家都把筷子拿起来。谢皇爷赏赐。魏忠贤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回皇爷，奴婢是直隶出身。那你来这里工作也不容易啊。没办法，奴婢命苦嘛。那你家人呢？回皇爷，奴婢家里已经没人了。你上次不还说你有个侄子封侯了吗？这个，魏忠贤，咱家提醒你，可要小心回话，不然可是欺君之罪啊。咱家可是记得你入宫前已经有家室了。真的吗？回皇爷，奴婢不是有意欺瞒，
只是奴婢不好意思明说，奴婢当年是自己动刀子进的宫。这，你当时很缺钱吗？回皇爷，当时家里确实没了活路，是官府加税，奴婢身体也不好。奴婢该死。没事，朕只是想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。魏忠贤，看来你也是穷过苦日子的，都不容易。皇爷说的是。皇上待我如此赤诚，我竟想用美人计害他。皇上救我！皇嫂，你怎么了？难道皇上已经被魏忠贤控制了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可以啊，魏忠贤，你搞定皇帝了。奴婢参见皇上。陛下，我没事，是我太过思念先帝，路上看到几个黑影，恐怕是看错了。是啊是啊，皇后娘娘看错了。大妈，朕让你说话了吗？大妈。皇爷，她是先帝的奶妈客氏。哦，先帝的奶妈客氏。哦，之前就是你给朕和王妃吃咸菜的吧？陛下恕罪，之前都是奴婢弄错。她怎么一直在宫中啊？难道先帝这么大了还没断奶？是先帝下旨留她下来的。朕不喜欢她，能把她赶出去吗？陛下不要啊！你看什么呢？朕在这件事上难道不能做主？还是说你要抗旨？奴婢岂敢，这里当然是陛下说了算。魏忠彦，那这个女人你来处理，今晚就赶出去。她没有被魏官控制。陛下，我也觉得客氏刁蛮无礼，把这毒妇送到浣衣居去。不要啊！进了浣衣居，这辈子出不来。没听到皇后说什么吗？拖出去！魏忠贤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忘了当初老娘怎么提拔你吗？皇上没有再追究我，得赶紧夹紧尾巴做人。吃点东西压压惊。陛下，没事的，你是我的皇嫂，一起吃个饭怎么了？陛下，您和皇后肯定有话要说，奴婢先告退了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你和魏忠贤为何如此亲密？哦，我刚刚和他聊天而已。皇嫂，你刚刚怎么了？陛下，我受的那些不算委屈，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。虽然太祖爷有规矩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但哪怕陛下要责罚我，我也要向陛下陈奏。魏忠贤祸国殃民，监视百官，残害百姓，实乃国之蠹虫。哎呦，皇嫂，你别着急，怎么又是这种麻烦事儿啊？皇嫂啊，你说的这些事儿朕都知道，你说的肯定也有你的道理。但是呢，现在朝廷经不起折腾啊。皇嫂，你想想，魏忠贤这个人，他这么容易遭人恨，是不是说明他担任的角色和任务也很重要呢？是。魏忠贤他这几年身居要职，宫里和朝廷他的党羽不少。对呀，所以现在把他换了，以前有人负责的事谁来负责呢？之前听他话的那些人还会听他的吗？到时候岂不是乱套了吗？陛下，是臣妾失言了，还请陛下治罪。真像我前世那个大学同学啊！好了好了，皇嫂啊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今后这些事情都交给朕来处理。朕已经让魏忠贤安排了，皇嫂不用搬出去，以后朕去看你也方便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哎呀，皇嫂，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皇兄他刚刚宾第，朕照顾你也是尽孝道嘛，何必客气？陛下，今日臣要讲的是《资治通鉴》中的甘露寺之变。这帮老匹夫，这不就是在说人家吗？果然不安好心。结果裘世泰派兵血洗了皇宫，杀了1000多人。陛
下！大胆！陛下正在听日讲，尔等不得干扰。魏大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奴婢是来请辞的，这么多人都想奴婢去死，奴婢还留在宫里，只怕会不得好死啊！皇爷，奴婢知道自己名声不好，被人当成了恶人，但奴婢真没想过犯上作乱，当什么仇士良啊！奴婢对先帝、对皇爷、对大明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啊！所以，魏大章，你刚刚一直在偷听吗？魏忠贤未得旨意，竟然干扰日讲，还旁听圣训，实在可恶。臣也以为此事当严惩魏忠贤，以正朝纲。魏大囊，你跪着吧，朕先上完日讲再说。孟清、徐清，朕听了甘露寺的故事后有些感想，你们先回答朕吧。陛下，臣等知无不言。你们刚刚说裘世良带兵屠戮皇宫上千人，他一个太监是怎么能带兵的？回陛下，裘世良当时的职务是左神策军中监，故而能掌握兵权。唐朝宦官掌兵权是从安史之乱开始，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，此后便成为了定制。那为什么唐德宗要让宦官掌握兵权呢？建中4年，5000泾原军兵变，史称京师之变。德宗在宦官护送下才逃出深田，此后德宗便开始信任宦官领军，埋下了祸根。所以是德宗时成为惯例，才让裘世将有了领兵的机会。正是如此。那朕还有一个问题，泾原兵变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皇帝要靠宦官来救？难道说皇帝身边的文臣武将都不顶用了？回陛下，那5000泾原军是要去平叛的，途经长安想要些赏赐，但德宗赏赐微薄，而且伙食奇差，士兵不满，于是哗变攻入长安。哦，所以说是为了讨薪啊！讨薪？普通的雇主找工人做工，如果工钱给少了，工人也有牢骚，甚至是罢工。德宗请军队去打仗卖命，还给不出相应的待遇，那军队造反也是正常的吧？陛下请收回，所谓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荆州军是臣，唐德宗是君，理当为国尽忠。陛下万不可如此想啊！你们别动不动就跪的，我跟你们说话还要低着头嘞。继续，朕还有问题你没回答。泾原兵变时，朝廷的文臣武将都在哪里？这个，德宗当时信任的武将大多在外征战，长安城内的部分将领选择临阵倒敲，加入叛军。文官如宰相崔宁等，选择投降了叛军。所以嘛，武将和文臣都不可信，那德宗不就只能信宦官了吗？孟清、徐清，换作是你们如何做呢？所以宦官掌握兵权的祸根，说到底就是在皇帝没做好啊。不过，宦官掌权这件事也不对。德宗相信宦官，是因为他觉得危难时刻，只有宦官才能保护自己，于是委以重任。但他却没想过，宦官之所以忠心，是因为宦官只有跟着皇帝才有活路。如果皇上没了，他们不也没有活路吗？所以，宦官虽然忠心，但也只有忠心。带兵打仗也好，治国理政也好，宦官就未必真拿手了。陛下所言极是，治国理政须用圣人之言，所以他选择一直给宦官权力，也是错的。陛下圣明烛照，孟大人所言极是。阉党做大，无异于江山社稷。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，是不是也能解答为什么泾原政变时文官会选择投降叛军呢？因为宦官只要想着效忠皇帝，文官们要考虑的就很多了，他们的退路太多，无论谁当皇帝，只要继续重用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有好日子过。比如刚刚说的那个姓崔的宰相，他能当这么大的官，一定有很多人脉，能耐也不小，谁当皇帝他都无所谓。
陛下，臣等绝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是啊，陛下，孟大人与臣都是忠心耿耿，绝无偏私。不是说了让你们不要跪了吗？朕一直低头看你们，真的很累。既然是讲课，那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。朕说的未必对，你们说的朕也不能全信，不然就是填鸭子的教育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说这个了，你们自己说说，如何能让宦官、文官、武将三方的势力都做到真正的为国为民？臣等无知，还请陛下治罪。不用这样，你们可以回去好好思考，也可以让别人跟你们一起好好想想。脑子不用是要生锈的。眼下朕发现朝廷里毛病不少，内忧外患的。你们是朕的左膀右臂，争取早日拿出好的结果来。臣等万死不辞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先回去吧。魏大干，你留下，朕有话要问你。奴婢知无不言。朕听说你贪污了不少钱，连军饷也没放过。这个，陛下，奴婢有还是没有？说。拿了多少？回陛下，奴婢确实拿了一点钱。一点？哼，送钱的人太多，奴婢记不清了。记不清？那说明还挺多呀。找你退，也不知道退多少了。退！陛下想要多少，臣就给多少。不能这么来，写个条子，先给个80万两，将来查清楚了，多退少补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奴婢砸锅卖铁也凑出钱来。孟大人，日讲如何？陛下有没有从甘露寺之变学到教训？换个地方说。诸位，甘露寺之变是因为什么？这还用问？自然是阉党擅权，卢世良一个阉人能带兵，导致皇权旁落。那太监为什么能带兵呢？这是皇上今日问我们的。皇上说，甘露寺之变是代宗和德宗两个皇帝德行不佳，最后落到只能相信太监，是自作自受。皇帝也会犯错，皇帝也有坏的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！陛下何故谋反？皇上还说，宦官没有退路，只能效忠皇帝，但文官是可以投降的。皇上是在说我们不够忠诚，他还要重用阉党。不，皇上也明说了，宦官有忠诚无能力，他没有一味相信阉党，但也不会一边倒支持我们。当今皇上深不可测，如今必须得让皇上相信我们是一心为国的。我提议，建议皇上启用袁崇焕。陛下，该去参加朝议处理政务了。对了，皇后今日正式入宫。朝议？那朕要干什么？回陛下，大臣们商讨国事，您先听着，然后圣断即可。懂了，就是以前当汇报人，现在当拍板的导师呗。魏忠贤呢？回陛下，魏大丹请假出宫了。搞钱去了？这老小子效率还挺快啊。王大办，每天朝会都这么走流程，朕只要说允或者不允就行了。回陛下，本来是这样的，奏折司礼监和内阁会提前商量好。那挺好，方便摸鱼。但是今日魏大党请假，司礼兄还没来得及看奏折，所以一会儿的事全凭陛下亲自盲杀圣决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眼下关外形势严峻，辽东危急，臣请启用袁崇焕为主帅。孟少瑜，你区礼部尚书，竟敢妄议军政，不合朝议之礼，臣请治他藐视朝廷之罪。黄阁老，这话我不说谁来说？难道指望你们兵部这帮废物说吗？军国大事在陛下，在内阁，几时轮到你来操心，摆正你的位置？袁崇焕哪位啊？这人干过啥来着？陛下，奴婢现在不该说话，
那个诸位先不要吵了。孟青，你说要启用袁崇焕，有何缘由啊？臣在奏折上都有说明，请陛下预览。能不能说点人话？当皇帝真难啊！孟青，你直接说一下你的奏折是什么内容吧。想听你提炼一下重点，要紧是捡重点说。陛下，袁崇焕曾在宁远一战击退剑奴，一炮将剑奴主手打下马，大明边防10年积弱，被他一招扭转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回陛下，他去年上树称病，如今已回籍养病，但他并非真病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袁崇焕与剑奴议和，此罪1；剑尼攻朝鲜未能及时援助，此罪2；援助锦州失利，此罪3。此人居功自傲，狼子野心，将来必定功高震主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黄立吉，你说他功高震主，那说明他还是能立功的喽？啊，这……你要是觉得袁崇焕不行，那你说，现在辽东打成这样，有别的办法吗？崔初秀，军饷问题你查清楚了吗？你们不解决问题，也不许别人给方案，朕不理解。臣万死。孟青，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朕同意见他，不完全是因为你们说的对。朕刚登基，不知道谁好谁坏。要是袁崇焕这个人不能用，你们其实跟黄立居也差不多。臣谨听圣训。累死了，都说当皇帝可以为所欲为，怎么比在实验室带学弟约妹还累？这帮老油条，工作量太大了。陛下，皇后已经到了。哦，皇后来了，那就先去看看她吧。陛下，皇后托奴婢传话，她现在还不方便面圣，请陛下晚一点再过去。怎么回事？刚刚在朝堂上受限就算了，朕自己的后宫还有不能去的地方。你说，皇后她忙什么呢？爹爹，您怎么能这样？800亩良田，还要封侯。我的娘娘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历朝历代皇亲国戚哪家没有良田万亩？眼下时局艰难，西北、辽东、南面处处都要银子，皇上苦苦维持都不容易。哼，朱家的王爷们哪个不是大把家产，几万甚至10万亩的良田？哦，原来王爷们都这么有钱啊！朕堂堂大明皇帝，国库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来，这些王爷光田地就有10万亩，这像话吗？一家人不用跪了，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谢陛下，草民刚刚……朕刚刚都听到了。你说王爷们都有万亩良田，是草民无心之言，陛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不要说废话，你只回答朕，是还是不是？陛下，臣妾父亲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惊吓，求陛下放过臣妾父亲吧。朕也没说什么，你们这么紧张干嘛？你们不要慌，朕的意思是想问，那些王爷真有那么多的田，一定也很有钱吧？陛下，王爷们是天皇贵族，多分一点田是应该的。不要扯东扯西，直接告诉朕到底怎么回事。陛下，王爷们得的田不仅多，而且每年能拿到不少银两呢。就说福王吧，他当年就藩的时候，万历爷要给他20万亩的良田呢，后来减了也有10几万亩，什么黄金白银不计其数，万历爷还从内档拿钱。你这次来是要干什么？
想要官职吗？不，草民岂敢！草民就是来看看娘娘。陛下，臣妾的父亲什么都不懂，什么官也做不好，还请陛下不要给他过高的官职，也请陛下不要给臣妾的家人过高的封赏。你们怎么都这么害怕的样子？朕也没说什么呀。起来吧，朕听你说这些，想来你对这些事非常了解啊。草民不敢。你们先在这里不要走动，朕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的好女儿，陛下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陛下的心思最难猜，爹爹啊，你这回是闯大祸了。你这几天未曾听说吧？老妖婆克氏被陛下扔到洗衣院去了。什么？那个千岁祖奶奶？不仅如此，您没发现魏忠贤都不在陛下身边吗？他都要避开陛下的锋芒，您可倒好，一点不忌讳啊。那陛下会如何处置我？爹爹就等着吧，等陛下回来，无论如何，女儿都会帮你说两句好话的。杨青，朕想给周奎一个官职，你看给个什么好？周奎，敢问陛下，可是周国寨？陛下三思啊！外戚权重是国家大计，岂可加以高官厚禄？这样吗？可朕觉得还是给他一个官职比较好，不用太大。那请陛下说一下要他去做些什么，臣好给个建议。朕想让他去查查各地王爷有多少钱。哦，是这样，查藩王财产，这是什么任务？宠信外戚的皇帝我见过，这么坑老丈人的真是第一次见。陛下要真想清查，多大的官职也不顶用，不如先给国丈一个爵位，加钦差名义，专事专办，让锦衣卫随行。依臣愚见，给个伯爵就差不多了。就叫伯爵吗？当然是要陛下给个封号，比如嘉兴伯、家丁伯。好，就给他一个家丁伯，其余就按杨青你说的来办。陛下记得说清楚，封爵是为了专事专办，圣旨还要讲清楚啊。擢封皇后周氏父周奎为家丁伯，加钦差，赐王命旗牌，专查藩王财税有无越制情况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呐！回陛下，奴婢不负圣恩，终于是把钱凑齐了。奴婢倾家荡产，变卖了田产、房产，还有现银，足足80万两。怎么皇上不说话？难道这位爷还能看得懂账本？魏大胆，这不对吧？皇爷，怎么了？魏忠贤，你这数字有点奇怪啊。皇爷，银两全部入库，毕大人已经点过了，奴婢绝对没有作假，真的是有80万两。朕没说你骗朕，但统计学里有个本福德定律，自然界里数字1开头的概率应该占30%，可你这账本完全不符合规律。朕问你，这账谁做的？照毕字言来。陛下，这确实有问题。上面写着，卖顺义县内的1000亩田地，所得为8000两，但京畿附近的田地，魏公公名下的肯定是良田，怎么也要10两左右1亩，不可能只有这么点钱。那帮人竟敢坑我！魏大当，这可是在御前，注意你的仪态。皇爷，奴婢该死。换句话说，光是这一项，魏大囊就被底下的干儿子们骗了2000多两银子。想不到魏公公做事雷厉风行，手段狠辣，竟然也有人敢欺骗你呀！毕大人，再怎么被骗，那也是咱家的钱，跟你无关。魏大安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你的钱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那是朕的钱。
有人拿朕的王土买卖，还贪了朕的钱。碧清，大明疆土不够大吗？回陛下，我大明两京13省，疆域万里，子民百兆。那为什么国库总是缺钱？朕都已经要向魏大长讨饭了，结果还是没有收上钱。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？皇爷，奴婢回去立刻查清楚，把那些欺上瞒下的人一一查办。陛下，臣以为先解决燃眉之急。魏公公这80万两，30万两送辽东充作军饷，50万两解决其他财政所需，够吗？皇爷，奴婢还可以再凑点钱出来。算了吧，你那边问题也不小，拿的越多，底下人拿的也越多。朕得想办法再弄点钱了。陛下，不如再征一笔税吧，苦一苦百姓，骂名微臣等来担。不行，明明是朝廷的错，让百姓买单干什么？这种话以后不要说。皇爷，奴婢想到一个要钱的办法。你说说看。皇爷，奴婢不好说，要不等一会儿奴婢再另行禀报。有什么不好直说的，讲就是了。回陛下，奴婢以为去找崇明书院和济民善堂那帮人要点儿。找他们要？他们有钱吗？臣附议。碧清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臣也以为崇门书院和济民善堂那些人假借教化济民之名，吞田避税，罪大恶极，实在该惩治了。书院善堂这么有钱吗？他们都从哪里搞钱啊？回皇爷，书院和善堂名下挂着许多学田义产，而且不少都不按寻常田亩纳税。许多地主和农户把田挂到他们名下避税，再交钱分成。他们还收大量善款，会捐赎身，再拿这笔钱出去放贷做典当，如此便能无本万利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会利用这些钱去兼并土地。好家伙，所以找他们要钱真能拿到不少喽。那你们说说，怎么把这些钱搞过来？奴婢愿出动东厂，先封他们的账，再把人拿起来问。不可！封账查库虽然是一个办法，但大的书院善堂学生依附者众多，如此粗暴动手，只怕会引发民怨，万望陛下慎之。皇爷放心，如果有谁敢反对朝廷，都可以交给奴才，奴才有的是手段让他们听话。不行，暴力能消灭问题，但不能解决问题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朕不想这样。陛下圣明。碧清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文官只会提出问题，太监只会物力掏心掏肺，怎么想躺平这么难啊？这样吧，魏大展，你去把重兵书寨的山长、济民善堂的会首叫过来，朕有话跟他们说，但不要让他们觉得跟钱的事有关，能做到吧？皇爷放心，奴婢一定办好，臣也愿意助陛下一臂之力。行吧，你到时候和朕一起见他们。魏大干，你留下。朕还有个事很好奇，刚刚碧清没好意思问，你跟朕说点实话。皇爷尽管问便是。那些书院善堂这么有钱，又放高利贷，肯定还干了不少缺德事吧？这是自然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一点他们的把柄？比如派密探搜集点证据，或者搞清楚他们在干些什么。怎么的？这位大明皇帝竟然不知道自己手里有锦衣卫？张山长，你说皇上叫我们去是为了什么？新皇登基一直静悄悄的，偏偏叫咱们来。石会首，我听说这位陛下行事作风与先帝全然不同，刚登基就参加了日讲，这是真心要做点事儿啊。张山长的意思是，石会首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
这几天去给魏忠贤捧场送钱的人都少了，魏延一倒，咱们借着皇家的牌面，那这财源可就源源不断了啊！二位便是石会首和张山长了吧？来，里边请。不可不可，经年日讲乃是天子功课，我等不敢擅自入内。是啊，我等何德何能？这不是折煞我等吗？陛下请二位共同参加日讲，二位陛下是诚心邀请，就不要推辞了吧。草民石永泉拜见皇帝陛下。草民张英贤愿陛下万寿无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说话？这位新皇帝有点可怕啊，恩威莫测，伴君如伴虎啊。皇爷，日讲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可是济民善堂会肘和崇文书院山柱，回陛下，正是。好，起来吧。二位，一个讲济民，一个讲教化，想来有很多心得吧？对这两件事的理解，肯定也高出常人不少吧？哪里，陛下过奖了，草民见识还浅呢。不错，教化之道高深莫测，草民也谈不上什么心得。那你们凭什么当会首和山长啊？二位啊，陛下以诚待人，你们也不要过分自谦了，有什么说什么就好。不废话了，朕一直有些问题想请你们解答一下。先问石会首吧，你们济民善堂收善款是为了什么呢？陛下，善堂所收银钱，乃为修缮堂舍、置办义仓、施粥集捆。我等所行，皆是替朝廷分忧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。好，说得好。那你们书院收束修捐书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书院重在兴学，修学舍、刻书版、养士子、办讲会，样样都要花钱。草民等人不过是替天下读书人守着一盏灯火罢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所以你们一个说济民，一个说教化，钱总得先到你们手里。那你们收这么多钱，到底是为了百姓，还是为了你们自己呢？我听说你们一个讲济贫，一个讲清义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养那么多人，攒那么多库银，是为什么呢？陛下，善堂上下人手众多，光是日常吃穿用付、义仓转运，就要花费不少银钱。可你刚刚说你们是为百姓备荒，替朝廷分忧，那账上银子要是越攒越多，岂不是说明花在百姓身上的没你说的那么多？所以你们要钱，就是先养活善堂里的自己人呗。养活786人的话，一年要花多少钱？陛下，臣知道。一户5口农户一年起码18担粮食，算2两银子一掷，一人平均7两左右，算上盐油布匹开支，一人一年约7两8连。但善堂中人未必人人上工，臣以为按7两算便够了。786人，一年下来不过5502两。这位爱卿算得挺快，叫什么名字？臣太子侍读钱谦信。钱爱卿倒是个有心人，养活那么多人，一年竟然要花5000多两银子。看样子会首和山长的担子很重啊。陛下说笑了，确实有些辛苦。那你们善堂和书院共有多少财产呢？回陛下的话，我们济民善堂一年下来，算上义产的收成，外加各处汇捐，也就只有5万两左右的进项。5万两一年，不对吧？朕这里查到的可不止这些啊。魏忠贤，奴婢在。魏忠贤，你仔细说说，石永明刚刚说的数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石永明所言都是在放屁。奴婢的意思是他在欺君。济民善堂一年光会捐善款就有25万两，义产定租分红在50万两以上，他们还暗卖挂名文书，靠这个就有10万两。林总统算下来，他们一年的收入起码有100万两。魏忠贤，你刚刚说挂名文书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回陛下，按例学田义产有优待，他们便和官府勾结，公开买卖文书，
只要交了钱，就把田产挂到他们名下，借此逃税。好家伙，免税了还要腐败，朕连修宫殿都没钱，你们这帮人吞了朕多少钱？朕不能好好躺平，都是你们闹的。你知道你欺君了吗？陛下，草民平日里只知道擅唐名义，未曾理会俗务，都是草民的几个副手在代为打理，草民实不知啊。陛下，这老东西是不见财不掉泪，明明犯了欺君之罪，还在狡辩。公公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们不是生意人。陛下，草民确实无意欺瞒，只是不知道有这么多啊。张山长，你呢？你不会也要跟朕说不清楚吧？陛下，我们崇文书院的资产确实不少，但本为兴学，偶取薄息而已。所谓丰年储资于院，凶年接济寒寺。我们储财100万，其实是为了能在需要的时候拿钱出来赈济贫弱，课书办学呀。是，草民也是为了在大灾之年能赈济灾民，为朝廷分忧。按你们的说法，这些钱说到底还是朝廷的钱喽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的钱朕拿来一点用用也没问题喽。陛下，这事儿能不能让草民回去好好商量一下？我们也好筹集些银子，为朝廷效力，我辈义不容辞。我等资产虽多，但要拿出大量现银也不现实。你们这是在和朕讨价还价？难道说朕这个皇帝说话不管用？朕就不明白了，前线那么多将士在流血，朕却拿不出钱给他们发军饷。陛下所言，草民明白，但给士兵发饷的理应是户部，不应该是我们这些民间善堂啊。是啊，陛下，我们给钱是可以，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。陛下息怒。边关军饷是要发，但国库空虚，与这二位无关。难道他们2个讲学云善之人还能贪污国库吗？还请陛下彻查。发军饷是朝廷的责任不错，但钱是从哪里来的？不都是要从农田作物里一点点收上来吗？现在你们善堂把役产越挂越多，书院把学田越吞越广，百姓又被你们压榨干净了，朕去哪里收税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臣翰林院编修张四之。张四世，盗卖文书，勾结官府，把本该纳税的田统统挪走。如果这不叫贪污，什么才是？你说。臣实有罪。陛下，底下的人可能做了些胡作非为的事，还请陛下再给一点时间。不行，你们之前做的事，朕还没和你们算账呢。魏忠贤、王承恩，奴婢在。让东厂和锦衣卫过来，把他们2个都带下去，封存账册，留置待查。奴婢领旨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堂堂大明皇帝为了搞钱，竟然把书院山长和善堂会首直接压下去了。陛下，不可啊！孟青，是觉得朕这样像土匪吗？陛下圣明睿智，远胜于相打草寇，怎可相提并论？只是臣以为，纵然他们有不义之财，也该明正东行，否则难以服人心，正视听啊！朕早就让锦衣卫查好了证据，刚刚他们要是肯配合，朕还能给他们个体面。谁成想他们执迷不悟，这就怪不得朕了。皇爷放心，不把他们最后1分钱榨出来，奴婢提头来见。陛下恕罪，臣也只是……够了，朕不想听你说话。朕今天叫你们来，是希望你们帮朕一起说话，结果你们一个个闭口不言，你们就是这么忠君爱国的？不说话也行，朕就当没提前跟你们商量。可你不帮朕说话，还要帮他们说话，怎么？石永明和张英士才是你的皇上。陛下，臣绝无私心，只是圣人有焉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放屁！真的社稷为重，那些人更应该掏钱出来。如今什么是重？边关没钱发饷，灾民没有粮赈灾，这才是重。王大官，把他官服扒了，随便找个大牢扔进去。遵旨。都听好了，朕也送你们一句话：忠诚不绝对，就是绝对不忠诚。臣等悉听圣训。累死了。王大办，宫里没有什么娱乐的东西吗？回皇上，要不奴婢叫教坊司唱唱戏给您听。听不懂那些叽叽喳喳的，还有别的吗？那叫皇后过来陪您到御花园散散步，合着就没别的项目了。皇爷，还有一个地方，驯象所，虎城那里还有些珍禽异兽，皇爷可以去看看。宫里还有动物园，走去看。如今兵部尚书
还是崔初秀？首辅还是黄立恒？怎么回事？难道阉党还在？我以为魏忠贤倒台了才叫我回来摘套子的，这回岂不是要出事？元素，孟大人，这次能再次报效朝廷，多谢孟大人在皇上面前力荐，袁某没齿难忘。元素客气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走，去我府上。什么？皇上让魏忠贤主动献上了80万两的巨款，可见皇上对魏忠贤的掌控，实在不是一般君主能办成的事啊！既然这样，当今皇上真是明君啊，大明中兴有望。元素，先不要高兴太早。皇上越圣明，对咱们当臣子的并非好事。你以前议和请辞的那些事儿，皇上搞不好早有定论了。孟公，那皇上对毛五弄如何看？这个还没和圣上说，圣上心思最是难猜。你是不知道，日讲的时候，日讲，怎么了？皇上参加日讲了？不说这个了，元素，你明日面圣时一定要好好表现，顺便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说一下你以前军饷被阉党克扣贪污的事情，这是大事，你千万要与我们同心同德。孟公放心，阉党误国确实该倒台了，只是眼下圣上貌似没有下定决心，我这么去说，会不会触犯龙颜？我好不容易起复，是来打仗建功立业的，可不是来给你们当言官炮灰的。元素，你是否贪图前程，不愿仗义直言？孟公说的哪里话？某岂敢如此？元素，平定辽东大局要你支撑，但眼下不把魏忠贤清除掉，将来放任他做大。孟公教训的事，某记下了。不是你天天有机会见到皇上，你那么大义凛然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说啊？皇爷，袁崇焕进宫了。谁？就是之前朝议礼部孟少弥大人举荐的那个袁崇焕啊。哦，可以，让他过来吧。皇爷，魏大丹一会儿还要来汇报查差济民善堂与崇文书院的事儿。那就一起叫来吧，让孟兆弥也过来，熟人多点，朕说话也自在点。去吧。奴婢遵旨。孟公，你说皇上一会儿会问我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边关战事，不过记得你要办的正事，要把魏忠贤。要把咱家怎么？魏大丹，你也来了，难道皇上也要见你？那是自然，济民善堂和崇文书院里藏着不少好东西，这回咱家可是超出了大批银子。你们这些书呆子不是很牛吗？有本事你给皇上弄钱去啊！哼，粗鄙！陛下，袁崇焕他们已经到了。哦，都到了，叫他们都过来。三位大人，皇爷有请。臣等参见陛下。给他们3把椅子，坐着说。陛下如天之恩，微臣不敢受领。能为陛下办事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不敢坐。坐吧，朕这里不缺这几把椅子。袁崇焕，臣在。最近辽东的情况不太妙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辽东一战打的还是前辽与后秦，只要能更新军械，士兵粮饷充足，收复辽东指日可待。这还是个务实的话，朕也这么想。你打仗挺厉害的，但朕听说你在辽东犯了不少错，而且你还跟那个什么皇太极议和。臣万死！只是当时情况紧急，臣只好当机立断。臣对皇上和大明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！朕也没有说你什么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起来吧，王大办，替朕拿着。奴婢遵旨。袁崇焕，朕有一个事要问你，你可一定要说真话哦。臣
臣不敢欺瞒陛下。不用紧张，你的履历我看过了，打仗这方面你挺在行的。臣不敢当，之前的战事里，臣打得并不是很好。战报会骗人，战线不会。如今辽东防线还没被击破，这就说明你之前打得还行。你仗打得好，就是辛苦了。臣不敢说辛苦，但你的毛病也不少，特别是私自议和的事，今后可别这样了。跟敌人讲和要慎重，那些女国人可都是有野心的。臣有罪，陛下放心，臣今后一定慎重。好了，说正事。如果朕给你10万两，你能打退建州女真吗？臣以为恐怕不行。那你说个数吧。想要平定辽东，需要多少钱？若要彻底收复辽东，需10年之功，花费银两要500万以上。要500万，10年吗？微臣无能，请皇上恕罪。说的挺好，何必跪呢？坐吧。10年500万，1年平均才50万啊！哼，能分期就好。崇祯年号能用17年呢，朕等得起。所谓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10年就10年。陛下如此信任微臣，微臣一定鞠躬尽瘁。元清是哪里人？微臣出身在广东东莞县，从两广到这里，想来一定辛苦了。一会儿留下来跟朕用午膳吧。朕这边是穷了点，但一顿饭还是请得起。这如何使得？哦，对了，魏大胆，这次去济民善堂和崇文书院抄了多少钱出来？陛下，奴婢幸不辱命，请陛下阅览。总计230万两，现银才35万。陛下，这帮人把很多钱都拿出去放贷了，值钱的田地一时难以核算，所以并无太多现银。如此说来，眼下只能给元清30万两了。30万两？怎么，少了？不，臣谢皇上隆恩，臣一定为陛下建立战功，光复辽东。既然够用就好。朕现在也不富裕，西北也要平叛，那边也欠饷呢。对了，元清，朕还听说你和毛文龙不对付。皇上明鉴，毛文龙此人飞扬跋扈，经常我行我素。他在皮岛上只是空号军饷，大有占山为王之势。臣是不愿意看到他伟大不利，所以与他多有不和。怎么听你说他的这些毛病，貌似你也有呢？陛下明鉴，臣绝无此意啊。毛文龙的奏书朕看过了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皮岛是个孤岛，他在那儿过得不比你在锦州幸福，而且也有战果。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，抓到老鼠，那就是好猫。你和毛文龙只要都在抵御外敌，那就是忠臣，不许伤了和气。陛下如此说，当真令臣无地自容。臣今后一定格外小心。陛下，所谓名不正言不顺，既然陛下决定启用袁将军，那也该让他官复原职，更好的经略辽东才是。元清，你说你要个什么官？臣怎么敢随意索要官职？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皇上说什么便什么，臣岂敢妄言？孟清，你说吧，给个什么官职合适？臣以为让袁崇焕出任兵部尚书，兼督察院右副都御手，再许他督师蓟辽、登莱、天津等处军务，如此便可名正言顺。元清以为如何？臣以为足矣。允了。陛下，既然让袁崇焕做了兵部尚书，那现在的兵部尚书崔楚威他怎么办？崔楚威之前管着兵部，却管成这样，让他走人吧。这次就让元清干。魏大长，这次你也辛苦了，收上来的东西你挑几件拿去。奴婢。行了，给你的就是给你的，剩下的换成现银，从里面拿出30万，让元清带走。奴婢遵旨。这几天总算能喘口气了。陛下，新朝初立，后宫名分
是否也该让礼部商议一下？哦，王妃确实该当皇后了，那就办吧。只是这事还请皇上交由礼部商议，再行册封。好，朕过2天再和礼部商量。话说明天没什么事，王妃，你陪朕一起去骑马吧。陛下，我不会骑马。不会可以学嘛，朕也不太懂。明天正好一起从零开始。皇爷，所谓术业有专攻，娘娘是皇爷的贤内助，骑上骏马纵驰疆场，那是武将的活儿。我大明的女子也不是个个都是秦良玉这样的女将军啊。秦良玉，女将军，这秦良玉有什么说法？皇爷，秦将军自万历27年起跟随丈夫作战，名动天下。丈夫死后，又在沈阳、山海关清外留下威名。后来云贵川叛乱，他带着乡兵打了一场场大胜仗，至今52岁，依然在一线作战。好家伙，秦良玉简直是大明的花木兰啊！皇上说的不错，秦良玉将军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，如果不是女子，也能封疆入阁。封疆？陛下，臣妾没有那个意思，恕臣妾多嘴了。不，你跟我说一下，封疆的话是要给他什么大官吗？陛下，臣妾的意思是，以他的军功，完全可以当一省一地的长官。有理。那这个秦良玉现在当什么官呢？臣妾只是听说过秦将军的大名，具体情况却不清楚。现在能打仗的都是宝贝啊。魏大等，秦良玉现在是什么官职？回陛下，秦良玉如今是都督金氏，充都督同知总兵，其子马祥郎为宣慰使。魏大大记得挺清楚啊。只要是能对皇爷有用的人才，奴婢可都记得清清楚楚呢。崔成秀和黄立成呢？说回秦良玉，朕想给他一点赏赐，你说给什么好？奴婢觉得给一些赏银，皇爷再写信慰劳一下就行。太少了点儿，再给点珠宝吧。不过秦良玉这样的女汉子，应该也不爱特别花里胡哨的，你弄点儿容易卖钱的给。奴婢遵旨。之前让嘉定伯去查藩王的财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皇爷，这差事给国丈去办，确实有些难为他了。据说国丈去找楚王，立刻就被打出来了。他发书信给蜀王，结果王爷说他没有余财，只有宫殿一座，要钱的话直接变卖就好。这些藩王是不是头和屁股装反了？捂着那些钱是能生孩子吗？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吗？皇爷，依奴婢所见，其实这事还得下狠手。难道还能抓藩王夏兆玉要钱？皇爷，奴婢可不是那个意思，奴婢是说可以让锦衣卫出手查一查。城祖也有规矩，王爷身边的牵兵护卫没多少，有几个锦衣卫完全可以镇住他们。几个锦衣卫就够了？这么厉害吗？皇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。那你派人去帮帮国丈吧，总之多少弄点钱来。皇爷，毕大人求见。皇爷今日骑马玩乐，他这不是扫兴吗？毕清的话就没事，让他过来吧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当下国事举步维艰，陛下不该在这样的事上虚度光阴。诸葛武侯有云：“亲贤时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”陛下当引以为鉴啊！好，你是贤臣，我是小人，对吧？毕清，还是直接说正事吧。皇爷，臣已经大概看了济民善堂与崇文书院的土地田产，哪些可以变卖，哪些可以退还百姓，请皇上过目。这是要朕加班啊！这个明天再说。毕清要说的就这些。陛下，不单单是这些，臣还要弹劾魏忠贤。陛下，奴婢冤枉啊！魏大胆，你先别跪，人家什么都没说呢，你这样有点不打自招了。平日里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。毕清继续说。陛下，魏忠贤仗着有陛下的旨意，查抄济民善堂与崇门书院时作威作福，中饱私囊，还纵容官兵踩踏良田，逼人就范，此等祸国殃民之举，若不严惩，恐怕将招来民怨，动摇国本啊！
是这样吗？皇爷，奴婢真的冤枉。那些刁民和那帮人冥顽不灵，若不用点手段，他们绝不会听话交出田产。奴婢是真的没办法。陛下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民心民意，您不能再纵容了。碧清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：大明的民心还剩多少？这个西北、西南、东南、辽东都有叛乱，江南也有很多民变。你说说，要是大明还有民心的话，会这么乱吗？你可能想说，这都是魏大管和他的同党祸害的，但魏大管之前，大明的情况就很好了吗？拿辽东来说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建州女真从弱变强。碧清，朕问你，之前都是谁在祸国殃民呢？还能是谁？不就是几十年不上朝，彻底摆烂的万历皇帝吗？但那是您亲爷爷啊！假如一个人长期患病，身边的大夫换了10几个，最后病人在最后一任大夫的治疗下死了，你告诉朕，谁的责任应该是最大的？这才是真正的公道话呀！魏大胆，你也有不对，别人都叫你9000岁，以前还帮皇兄批阅奏折，对不对？皇爷，奴婢知错了，那都是皇兄不务正业，这才让你有了钻空子的机会。你说这像话吗？魏大胆，平心而论，你的罪过不小，单单是边关将士欠饷的事，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朕现在不说什么，你猜是为什么？奴婢不敢猜测圣上的心思。你猜？陛下一定是想奴婢将功赎罪。碧清，魏大展能猜到这一层，是不是证明还有药可救？陛下圣明。朕的意思你们也应该明白了，过去的归过去，现在要做的是一起向前，先把最关键的敌人解决，纠结是谁的错，有什么意义吗？臣奴婢明白了。好了，济民善堂与崇门书院田产的事，你们商量怎么解决吧。王大户，过来为朕牵马。咱家怎么敢欺瞒陛下？肯定是手底下那帮狗娘养的吃了回扣，我去查查就好。可总归是要给人点好处的，不然没好处谁为你卖命？明白了，能还多少还多少出来吧。到底也是国土民财，有些田地还是老百姓的。百姓要骂娘，也该骂咱们的娘，绝不能玷污了陛下圣明。娘亲，新皇上可真大方啊，这下军饷可有着落了。哼，不就是些福财吗？看把你给乐的，几千两银子能有什么用？够大军吃多久？皇帝这是把我当成富家大小姐了，要我带着这些亮瞎敌军的狗眼吗？娘亲还是慎言吧，这毕竟是天子赏物。山高皇帝远，怕什么？听说新帝也不过16岁，还没你大呢。没用的珠宝都拿去卖掉。还有，皇上的诏书上说了什么？上面写着，这皇上的诏书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？怎么了？就是这话不像皇上说的似的。我看看。秦亮玉将军，朕听说你的事迹了，你和你丈夫都是国家栋梁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你确实让朕大开眼界。好好干，不用担心待遇问题。注：所有珠宝赏赐可以随便处置。此致敬礼，你的皇帝陛下。这小皇帝真有意思。元清，你这腰带……回陛下，这是用了多年的老物件，有感情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朝廷大将还是体面点好。臣发誓，不破贱奴，誓不回还。如今国不国矣，皇上重武轻文，不清扫阉党，不听言官劝谏，
我等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够了！你们在这里日夜哭，难道能把魏忠贤哭死不成？长了脑袋不是只能用来吃饭的，还要想办法，懂吗？莫成，那你说说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办法？陛下要看到的是成果，而不是道理。日讲搞了这么多次，你们有几个讲道理能讲得过皇上的？魏忠贤现在为何还不倒台？不就是因为他能给皇上搞钱吗？我们也一样画仆，弄出点钱来给皇上。搞钱？难道要我们也去鱼肉百姓？不行，我等绝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谁让你去鱼肉百姓了？激起民变，倒霉的还不是我们？督察院御史毛羽见给我说了一个法子，我估计可行。等到明日廷议的时候，咱们就跟皇上提出来。我敢说，皇上一定满意。这廷议没有预先谈好的议案，全靠这帮人自由发挥，跟菜市口大妈吵架也没什么区别。陛下，臣这里有本要奏。陛下，监察御史毛羽见提议，可以裁撤驿站。驿站每年消耗财政200多万两，吃空饷严重，公器私用。若裁撤3成驿站，起码能为国家节省80万两。这笔钱可用在辽东军费上。陛下，民贼乱于内，剑突破于外。若犹容异度时峻元气，恐社稷之崩，非起于敌锋而溃于异路也。提出这个建议的毛义宪人在哪里？陛下，毛义宪正在殿外等候呢。叫他进来吧。臣毛羽见参见陛下。毛羽见，你既然说裁撤驿站有这么多好处，我先问你，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去实地考察过吗？这个臣还没有去实地看过。怎么，京城周围没有驿站吗？你连看都没看过，怎么能保证奏折上的东西是真的呢？陛下，臣是收到各地各方的反馈，所以就这么3言2语，你就要朕决定这么多人的饭碗，你的胆子挺大呀。臣失言了。陛下，驿站每年的开销在户部有数字，而且驿站有人吃空粮，往年也有大量案例，这都不是空谈。驿站每年空耗饷银，效率低下，继续留着完全是有害无益。我和你们讨论的是活生生的人，你跟我聊数字做什么？陕北灾民数万，朝廷没钱去救济，朕已经心里有些对不住了。如今这驿站还要裁撤，你们怎么想的？裁撤驿站的钱，真的能1分不差的收上来吗？就是真的收上来，在发放的过程中，能有多少送到灾民手中呢？刘弘定，你以为这是在玩战略游戏吗？陛下，圣人云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哪怕知道做不成也要去做，这才是真正的道。陛下治国乃遵循圣人道理和祖宗家法，怎么能因为难就不去做呢？请陛下三思。这帮人今天怎么回事？一个个都这么刚吗？陛下，臣以为那么多驿站只会进一步耗干朝廷的财力和卫力，必须尽快处置才是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不听你的大明就要亡了？难说。黄阁老，这是怎么处理？你说。这个臣也不熟悉驿站的情况。朕说的不是驿站，说的是这些人该怎么处理。陛下，毛羽坚等人以下犯上，当打廷杖20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可，廷章不可滥用，否则今后谁还愿意直言劝谏呢？若是讽刺了沿路，江山社稷可真不保了。这个廷章是怎么回事？碧清，为何你说会堵塞沿路？这廷章20听着不重，但下手要是重了，是会让人当场毙命的。就算不死也要残废。如武宗皇帝在时，就用廷章打死数十只言官，陛下应当小心，以此为戒呀。懂了，廷杖是武器，不能遇到事就放，否则威慑力就不够了。刘洪训，你们的提议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出发点也是好的，但你们先别出发。朕撂下一句话，不会裁撤驿站，朕就是要钱，也不会要这种钱。陛下，既然有良策，为何不采纳，反而任由阉党大行其道？陛下若不给个说法，恐怕万难服众。出去！陛下说什么？朕让你们出去！陛下，臣等可以出去，但今天说的，臣等还会说，不仅在这里说，还会到外面去说，让天下人都知道。哦，你们又开始要挟朕了是吧？臣不敢。你们已经敢了。朕已经说了，不可能裁撤驿站。你们还要逼朕来决定，你们是耳朵聋了，还是眼睛瞎了？陛下，之前陛下查抄护国寺的田产，已经引起了民间诸多怨言。如今有个办法可以更好的开源节流，为何不能接纳？要不然，
你们来坐这个位置。臣不敢。这帮文官胆子也太大了，偏偏要把刀砍向穷人。那么多地主怎么不见他们碰一碰？每天这么搞，我还怎么躺平？刘洪勋他们这么蹬鼻子上脸，是因为有什么人撑腰吗？大明朝还有比朕更硬的后台？不可能啊！反而任由阉党大行其道，查抄护国寺的田产，已经引起民间诸多怨言，请陛下。啊，是这个。啊，朕明白了。这些文官最大的倚仗，其实就是4个字：圣人之言。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圣人代言人，嘴上仁义道德，心里男娼女盗。朕要是直接弄死几个文官，岂不是成全了他们死谏的一世英名？想得美！不能动武，就只有第2条路，请外援。朕就不信老朱家没有可用的人了。英国公张维贤勋贵之后，跟文官和太监都不沾边，正合适啊。若是能让他来当朕的打手和挡箭牌，来人，召张维贤。莫非是陛下看了我的奏州，同意恢复经营了？臣张维公参见皇帝陛下，恭请圣安。朕看了你的折子，写得不错。谢陛下。你在奏折里的语气有些不太平静，好像有点悲伤，能具体说说怎么回事吗？陛下，如今经营大军被文官把持，彻底摆烂，成了吃空饷的地方。对外称有3万人，目前只有1万人，而且还都是些老弱病残。臣知道，此道术若是提出，肯定会被朝中大臣攻找，甚至说臣借恢复经营之名图谋不轨。既然你知道会得罪很多人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呢？陛下，臣百无一用，唯有一颗诚心。臣只想着恢复经营后，可以为陛下、为大明效力。这些话，臣不说的话，谁来说呢？英国公有这样的决心很好，朕也愿意支持你。既然你这个态度，朕就放心了。陛下真要恢复经营了？当然。你先说说你要怎么做。首先，防永乐旧例，拣选壮丁15万，分属3大营。其次，去监军宦官之制，使勋贵专训将士，文臣礼庶务。最后，请以内弹20万两补积欠，如此经营可复。陛下放心，臣愿意拿出全部家资，怎么也能凑出7、8万两银子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朕担心的是朝中那些大臣会多嘴。经营建立起来，这支部队还不在他们手上，你想他们能睡得好吗？他们都是陛下臣子，是朝廷命官，怎么敢有2心？臣绝不答应。朝廷命官，朝廷也不过是几座宫殿、几个衙门，饭都是分锅吃的。他们领着朝廷俸禄，当着朝廷的官，但未必会把朕放在眼里。陛下，我到了而立之年才看透大明官场的自私算计，眼前这年轻的皇帝竟然已经顿悟了。如何能让张维贤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呢？得给他加个超级 buff 才行。张维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内中竟然配刀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孟大人不必惊慌，我当然知道这是大罪，但我有圣上许可，这总没问题了吧？圣上准你配刀行走？正是。暂拜不明，剑履上殿，这可是历代权臣的标配。你一个勋贵，居然媚上邀宠，我要参你一本。孟大人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我刚刚说了，这是圣上特许，我一开始不答应的啊，是圣上非要我这么做。那你过来干什么？圣上叫我来参加日讲，有什么问题？让你参加日讲，凭什么？陛下，臣斗胆问一句，英国公配刀上殿，还要参加日讲，真的是陛下允许的？
是啊，怎么不行吗？陛下，臣本不该多言，但此前并无先例，是否应该慎重一点？没有先例，那朕今天就给你们立个先例。慎重，朕哪里不慎重了？英国公如此宫中体国，参加日讲有什么问题啊？孟卿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陛下，日讲关系重大，就是要让英国公参加，是不是也该让臣等提前知道，有点准备？孟兆瑜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陛下要谁来日讲，竟然还需要跟你商量？你以为你是张白熙吗？英国公，你含血喷人，在下一心为公，你够了！让朕起那么大早，就为了听你们吵架？让张维仪参加也没什么，反正一会儿讲史是老夫的主场。陛下，臣今日要讲的还是通鉴，是魏征谏言唐太宗李世民的事。李世民继位之初，问计于群臣，魏征说：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纵，难以教化；经历动乱的百姓饱尝愁苦，反而容易教化。好比饥饿的人有口饭吃，知就知足。有点道理。但这时有个叫封德乡的大臣却说魏征是空谈，他说应该用武力和严酷的吕放来约束百姓，君主也不该把权力下放给官员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陛下以为如何呢？这老狐狸封德义的提议不就是当今皇上的做法吗？他这是借古讽今，明摆着要皇上交权，重文轻武啊！这个封德熙说的貌似也有点道理。陛下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在之后唐朝到了天下大丰收，中岁段行幸才29人。李世民感慨说，只有魏征劝我要停止战备，提倡文教，只要中原安定，四方夷夷自然会归顺臣服。如今借力可汗被抓到长安，蛮夷酋长在宫中担任守卫，看来还是魏征说的对呀。孟少瑜，你的意思是，当皇帝的应该多听臣子的意见，不能一个人独断专权，还要重视精神上的教化，对吗？陛下圣明，正是如此。我大明远胜于大唐，且满朝贤臣，陛下任用贤明，必能重政营朝，我大明国势必会兴旺，四夷宾服，匡扶幼主，青史留名。老夫今日这番话，必能唤醒陛下。孟卿，那朕想问问你，魏征他参与过哪场战斗？你刚刚提到了竭力可汗，那朕再问你，竭力可汗是魏征抓住的吗？回陛下，是李靖，魏征他打过的仗也有。陛下，魏征确实没有出任将帅，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，魏征在贞观初年也是有功劳的，不然李世民为什么要单独谢他呢？哦，你真想知道李世民为什么要谢他？孟卿，你看你又急。朕几时说过魏征没有功劳的？只是问你，瘸力可汗是不是他抓的吗？李靖这个人朕知道，军事上的谋略仅次于唐太宗，也是一代名将啊。他出征也要讲后勤，后勤就是无数官吏和百姓支持出来的。你刚刚也说术业有专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的，陛下。那就对了。所以文臣也好，武将也罢，都是各司其职，成绩有大小，贡献有多少，但地位应该是一样的。陛下英明，臣受教了。你刚刚问李世民为何要感谢魏征，一来是魏征敢于直言进谏，肯定有功劳，但更重要的是李世民是如何上位的。玄武门之后，他需要安抚太子一党的成员，魏征这个人有巨大的统战价值，所以对他好，也能让其他人安心。统战价值，陛下，臣以为刚刚陛下所言极是，文臣武将各有所长，不应总是分个高下。当年太祖高皇帝马上得天下，马下治天下，靠的正是文武各得其所，如今也该如此，专人专事，各司其职。敢问英国公，你说的专人专事是个什么意思？就比如恢复经营，理应由懂怎么带兵的人来管，而不是继续让文官节制武将。英国公，你的意思是要重整经营，如何重整呢？我以为
应该和永乐年间一样，恢复3大营，裁撤不合条件的士兵，重新招兵操练。荒唐！陛下，勋贵带兵乃是大忌，千万不可如此啊！我大明祖制向来是文官节制武将，祖宗之法不可变啊！臣要弹劾张威贤。文官节制武将的祖宗之法管用的话，大明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朕觉得英国公说得好，经营是该恢复了。陛下，这里不是廷道和朝会，不可轻易下决断，而且重整经营事情繁杂，需要考虑裁撤哪些人，又要从哪里征兵，需要多少银两等等，这些都要从长计议。臣请陛下再思虑周全一些，待臣等商议出个万全之策，再行不迟。对啊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还真搞不过这帮文官。孟卿所言有理，那就等下次廷议再说吧。日讲继续。英国公，你说这征兵问题怎么解决？如果给你一批没有上过战场的士兵，多久可以让他们形成战斗力？依臣所见，最快也要2年。征兵练兵要2年，那重整经营不是还要5年左右？这么长时间，变数太多了。英国公，朕如果想知道国内哪些地方在打仗，哪些部队在作战，这事你觉得问谁比较好？皇上，臣以为可以召孙传庭回京。孙传庭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陛下，此人曾当面顶撞过魏公公，辞官回乡，但他大有风骨。据说回乡后还在各地打听风土人情，明显还对国事关心。愿意到实地考察，这可比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为官好多了。好，就他了，他人在哪里？臣目前不知，不过陛下可派锦衣卫去找。好，这段时间你去考察一下经营现状，写份报告过来，看看具体花费多少。只要是对国家好的事，朕砸锅卖铁也给你弄出钱来。陛下放心，臣一定不负圣心。他娘的，这个月的饷银才这么几千银子，上头手真黑。知足吧。听说上个月朝廷里还在讨论裁撤驿站呢，咱们能保住这饭碗就不错了。我的亲娘啊！他们克扣饷银也就罢了，咋地还要裁人？谁知道那些官老爷咋想的？自己吃饱喝足，哪里管咱们死活？不过俺听说皇上不答应，这事才没成，不然咱们现在都喝西北风去。唉，好在皇上不是昏君啊！李哥，听说现在外面都是土匪，咱们这活也越来越不好干了。你说会不会哪天有土匪打过来啊？我看难说，最近城里的饥民越来越多，人为了吃饱饭，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这世道啊，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。臭要饭的，滚开！求求您，行行好，给我点东西吃吧，真的撑不住了。都像你这样吃白食，我们店还开不开了？滚！李哥，这种事儿太多了，你管不过来。你刚刚不也说过好自己日子就行吗？住手！给他们煮碗面，在店里吃。这位老爷，您是菩萨心肠，但小的劝您还是收一收这善心，否则的话还会有人缠着您。老爷里面请，小的明白了。你是哪里人？俺是福固原人，当地闹了土匪，还时不时有鞑子下来，实在没活路了。固原是9边重镇，连那里的军户都干了土匪，杀了长官，情况竟蛮烂至此。我大明何时成了这副光景？往南边走吧，那边还有官军，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落脚。这位大人，可否让小的敬您一杯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大人？小的在驿站当差，见过不少官大爷，还是能看出一点的。您想必是当过大官的。不是大官，而且我已经辞官了，你恐怕得失望了。这位大人，你是在羞辱在下吗？我来找大人喝酒，是敬你接济穷人的善心，是敬你忧国忧民的雄心，如何就成了要巴结大官的举止？如果大人这么觉得，那在下这杯酒不喝也罢。李哥，这人看着不简单，
你这样别是得罪他了吧？是个汉子，可留下性命。小人的贱名，恐怕污了大人的耳朵。方才是误会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难道要学女子那般斤斤计较？在下姓李，名洪基；在下姓孙，名传庭，表字博雅。方才是在下无礼了，赔罪。原来孙大哥是山西人啊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不用叫什么大人，在下早就已经辞官了，这回出来不过是想看看这边风土人情。孙大哥真是会开玩笑，这里除了吃不饱饭的穷人，还有什么风土，又有什么人情？我们好歹还有点官家饭吃，就这还这儿没了。幸好皇上没有听那些大官瞎闹。你是说裁撤驿站的事吧？我也知道了，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真是该杀了。我大明2京1时3省，朝中诸多贪吏未曾整治，偏偏要向你们这些小吏下手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？好在现在的皇上虽然年少，却还不糊涂，否则天下要更乱了。是啊，可惜当今皇上却没收拾魏忠贤这个狗东西，否则大明说不定就有救了。李哥，你不要命了？怕什么？这年头横竖大不了一死，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。想不到李兄虽然人微言轴，也敢于仗义言言，孙某佩服。孙大哥，这么说来，你我是一路人。来，干了这杯。有人检举说这里有诽谤朝廷、诋毁魏都公的逆贼，就是你们2个吧？干什么？你们光天化日就随便抓人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你们刚刚在这里非议国策，还拿魏公公开涮，难道就有王法了啊？老子没现在批了你就是好事儿。刚刚骂魏忠贤的人是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抓我就好。李兄坐下，我来。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拿了钱就走吧。哼，干嘛？当大爷我是要饭的。大明风气坏到这个田地，皆是尔等在为非作歹。你还敢辱骂官差？老子天非活批了你不可！看清楚，我乃万历47年3甲进士孙传庭，兵部尚书袁大人，与我同年。你有多大胆子抓我？那他呢？他总不能也是进士吧？他不过是说了些醉话，能当真吗？今日我保了他。你保？你只能保住你自己。进士老爷又如何？当了官差一样治罪，滚开！孙大哥，别为难了，敢做敢认。他们无非就是打我一顿，勒索多听点钱财。我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一死了之。反正这世道也没什么活头。李兄何必这样？听我的，不用怕。来人，动手！这么多人聚在这里，怎么回事？你又是哪里来的？谁给你这个资格跟爷说话的？跪下！造反了！你敢打官差？睁大你的眼睛，仔细看看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大人。哼，要不是有差事在身上，你早就死了。完了，刚刚是官差，这回是锦衣卫，他们可都是魏忠贤的走狗，这回是真的活不了了。大人，小的也是收到检举，说这里有诽谤朝廷的逆贼，特意过来抓人的，就是这2个人。孙大人，你认得在下？大人以前在吏部时，小人见过您几面。大人一路走，我们根据路体一路跟，终于找到这里，可是费了好多功夫啊。这人当的官还不小呢，连锦衣卫都对他这么客气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已经辞官赋闲了。有口谕，孙传庭接旨。草民孙传庭恭请圣安。朕安。朕命你立刻进京，与你有要事相商，不得延误。草民领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真是圣圣口谕，不是魏忠贤叫你来的。孙大人多虑了，我等绝无胆量私传圣旨。好，我马上就出发。他是在下的朋友，刚刚喝多了，发2句牢骚。你高抬贵手，放人走吧。孙大人都这么说了，属下不敢不从。救命之恩，我李弘基没齿难忘，多谢大人。
李兄见外了，你我一见，何必生分？我刚刚给你的钱呢？大人都在这儿呢。小人猪油蒙了心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人无视大明国法，胡乱抓人，你们锦衣卫是天子耳目，有权把他撤职查办吧。大人放心，交给我。李兄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还能相见了。这些当作在下的一点心意。你为人豪爽仗义，快人快语是好的，但天下还不太平，你要懂得谋身啊，尤其不可误入歧途。孙大哥说的，我都记住了，只是这钱我不能要。你我若是有缘，定会相见，到时候你再请我喝个酒吧，珍重。工部和礼部办个葬礼，竟然要20万两银子的经费，光是安放皇兄尸体的紫棺就要3万两。你这棺材是金子做的吗？陛下，礼不可却，春秋重吉凶之宜，天子七庙，丧祭有度。今山太典章是弃周公孔子之教，臣恐天下继朝廷无礼。抄家得到的银两还要留着扩军练兵，到处都要花钱。当个皇帝怎么这么难啊？你们说，他们这是不是诚心来给朕添堵？陛下，刘侍郎也只是为了维护礼制，并无别的心思。只是眼下国难当头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陛下应该和他们陈述利害。至于先帝的灵锦，也不能马虎。什么不知道？他们恐怕心里明白得很，就是非要来横插一脚。英国公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陛下恕罪，事关内朝，臣不敢妄言。帝卿，朕不想搭理他们，那葬礼的事另外找人办，你说如何？陛下要是这么做，也确实不无不可。不过要做到安抚人心才好。先帝丧仪乃是国家大事，需要内阁商议着来做。陛下可以请黄阁老过来说一下，由内阁来传达下去。好，就按碧青说的，把内阁的人叫来吧。阁老，你说皇上召我们是有何事啊？恐怕又有弹劾我们的奏折了。陛下叫我们过去应答一下，你一会儿奏对的时候可要小心点。前阵子干爹可是跟我们说了，他现在也差点自身难保呢。那咱们主动请辞吧。你这2个月来没发现吗？咱们这位新主子不是一般的圣明啊，万不能用常理去揣测。黄立吉，老臣在。你当首辅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怎对付刘洪训那些人吧？陛下，臣不知道陛下这话什么意思。还能有什么意思？你这都听不懂，回家养猪吧。陛下，臣愚钝。你说，陛下，这个臣与刘洪敏他们同朝为官，从来都是和睦相处，不敢去想什么对付不对付。朕叫你们过来想办法，你们跟朕打哑谜是不是？要是你们不想干了，就快点滚！糟了，皇上这次是真的要我们走人呐！陛下，臣等无能，臣愿意辞去阁员职务，请陛下发落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让你们想办法，你们跟我闹辞职？好啊，那你们走吧，你们不干有的是人。等等，辞职，朕知道怎么对付刘弘毅他们了。孙大人，咱们直接进宫吧。急什么？我先喝口茶，吃点东西再去不迟。你要不要一起？孙大人，这不好吧？圣上还在等着呢。怕什么？圣上说今天一定要见我，总不能空着肚子去面圣，像什么样子？知道吗？黄阁老滚蛋了。今儿一大早，皇家就开始往外搬东西。皇上这次是动了真格了，要他们马上滚蛋。不单单是皇家，还有施凤来大人也在准备走人。皇上这回一下子把内阁都给撸下去了，摆明就是要把黄阁老他们一伙给清出去。还有他们的靠山。新皇登基不到半年，竟然就开始着手收拾阉党了。
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可燕走了，然后呢？东林党那一伙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要是当了政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比燕唐小。孙大人，别来无恙。见过老祖宗。什么老祖宗？谁是你老祖宗？我大明只有太祖爷和成祖爷2个老祖宗，你说我是老祖宗，你想害死咱家呀？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魏忠贤过去最喜欢听人叫他老祖宗和9000岁，怎么今天突然吓成这样了？难道是怕步了黄丽简的后尘，故意惺惺作态？孙大人，皇上让我来接你进去。皇上他还在乾清宫里参加廷议，您先到里面去等等。有劳公公。孙大人，过去多有得罪，这点心意还请您笑纳。魏公公，孙某来这里是面圣的，不是来发财的。您要是以为这些东西就能把孙某收买下来，那还请您免开尊口。孙大人，你误会了，这是……陛下，这先帝的丧仪入土马虎不得，陵墓也要早日修建，20万两的预算不能再减了。此事事关朝廷的颜面，确实不得马虎。民生凋敝，国事艰难至此，这帮清流还要花这么多钱去搞什么先帝陵墓？这些银子用来赈灾发军饷不好吗？刘洪勋啊，今天我们先不要提这些事。眼下朕的内阁里已经没有人了，你说让谁入阁比较合适呢？内阁系宰辅之位，关系重大，臣怎么敢贸然发言呢？是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朕一开始还觉得艾青是个合适人选呢。艾青如此谦让，朕也只好去选别人了。关于先帝陵寝的事，你继续说吧。陛下，臣以为先帝陵寝的预算还可以往下压一压。哦，艾青刚刚不还说20万两是少不了的吗？陛下，先帝陵寝丧仪花费虽然巨大，但有一部分都用在了臣等的开销，如试山陵的差旅、探查宝地等等。如果可以缩短一下这个行程，其他地方也节省一些，肯定能省出一笔银子来。那艾青倒是说说，这钱你们能省下多少？最起码能省下3万两吧。太少了，起码减少10万两。陛下，5万如何？刘洪勋，你当朕和你在这菜市场场讲价呢？要么行，要么你别管这事儿。朕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能10万两办好这事儿的人。陛下，臣不是那个意思，那10万就10万吧。陛下，只是这10万真不能再少了。一言为定。刘青肯如此为国分忧，朕心甚慰啊！好好干，放心，朕不会亏待你的。短短几句话，就让礼部官员少花10万两银子。皇爷，孙大人已经到了。好，叫他过来说话。臣孙传庭参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孙清起来吧。陛下，臣要弹劾魏忠贤，方才他打算贿赂臣，在养心殿内行贿，罪在不赦。皇爷，奴婢冤枉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魏大丹，这么说来，孙清他经受住考验了。考验？皇爷，孙大人是经受住了考验，但奴婢可是要吓死了。孙大人啊，不是奴婢要刻意讨好您，是陛下让咱家这么做的。陛下担心您在外面待久了，想看看还是不是个忠心可靠、不爱慕福财的人。当年魏忠贤凶悍的像只老虎，这会儿……孙清，你也别生气。朕现在刚刚登基，很多事情也不熟悉，对人总是要警惕一点。陛下言重了，臣不敢多想。不贪财的人，朕用着放心。孙清不介意就最好不过。
你办事，朕也就更放心了。陛下过奖，不知道陛下叫臣回京城，是有何事要臣去做？朕想让你协助英国公重新恢复经营。重建经营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也没什么复杂的呀，就是要先裁掉吃空降的兵，再征兵，最后练兵。英国公说会有些大臣反对，不过朕觉得都不用理会。这个，陛下，臣想听听陛下的看法。孙清，你是觉得干不了吗？没事，干不了可以直说。朕现在确实有点病急乱投医，若是你真觉得为难，朕另外找人便是。你是个正直的人，朕不强求。陛下误会臣了，臣愿意，但臣有几个不情之请，斗胆陈奏。若陛下不答应，请陛下放臣回去继续昆羽山连。哦，说说看。首先，臣希望皇上能给臣一个兵部的职位，这样名正言顺。这个简单，朕就封你为兵部右侍郎，全权督管经营事务。其次，皇上既然决定恢复经营，那就要全始全终。若是有人向皇上进言要半途而废，请允许臣立刻辞官。孙清放心，朕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有始有终。你不放心的话，朕跟你签个合同如何？合同是什么？臣相信陛下的决心。此外，还有一件事，整顿经营过程中，臣一定会杀几个人，请陛下赐臣亡命旗牌，先斩后奏之权。另外，陛下可否告知臣，哪些人能杀，哪些人不能杀？孙清，你想杀谁，直接动手就是，只要是为了家国，便无不可。陛下，您是说，臣可以自行裁定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若是这点信任都不肯给，朕叫你回来做什么？只是人命关天，希望孙清你可以慎重行事，别滥杀无辜就行。陛下放心，臣若是滥杀一人，陛下可随时斩了臣的头，挂在菜市口上。对了，孙清，你不是在国内到处跑吗？可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和朕说说吧。回陛下，臣这些年在各地游历，所见所闻可谓是触目惊心，这便是臣所见之大明。原来是这样，都是先帝和朕做的不好啊。陛下，天下事在陛下和列位臣工，若有错，也该是臣等不尽职，或是奸臣当道。陛下承继祖宗基业，万不可如此想啊！我干嘛要把实话都说出来？万一打击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锐气，我岂不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？孙清好好的这样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没有好皇帝，哪里有好百姓？之前皇兄干的确实不太好，朕也已经略知一二。这些事情有目共睹，没什么要掩藏的。连认错都不敢，还谈什么改错？孙清，你说的话朕都会记住的。经营的事就拜托你了，朕可都靠你了。陛下如此对臣寄予厚望，臣一定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。见过英国公和孙侍郎，二位大人过来是有何事吩咐？惠安伯，你没听说皇上要整顿经营吗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拿名册来，我们要看看有哪些士兵在岗。二位不用着急，名册嘛，一会儿就拿来。先去里面坐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我这里可有壶好酒。惠安侯，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等。这次我们过来可有圣旨，你若是不配合，就休怪我们不讲情面了。好，但名册那么多，我总不能都搬去吧？随便拿一部分就好，然后叫名册上的士兵出来，我们要当面清点人数。好，二位等着吧，我这就去。这就是守卫大明都城的军队吗？太可笑了！要是再来一次土木堡之变，这些兵能挡得住女真人一波进攻吗？皇上和京城百万子民的安危都他们肩上扛着，实在不敢想象啊！英国公放心，亡羊补牢为时不晚，只要陛下有决心，我们尽全力去做就是。都水了，都水了！名册都是一群蠹虫！二位真是对不住了，
这守库房的混账王八蛋，不小心打翻了烛台，点了库房，这下里边什么都没了。我有负二位的嘱托，有罪有罪呀！经营乃是国家精锐，你这样做是对不起我们，你对不起皇上，也对不起国家，你的罪小不了。孙传庭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不是看在皇上的面上，我会把你当回事吗？我祖上跟程祖爷打天下的时候，你祖宗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你祖上有功于社稷不假，但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？且不说这场火有多古怪，单单说你把经营管成这样，也一样是个死罪。呸！孙传庭，你一个被革职的吏部郎中，不过是皇上看得起你，凭什么在这里耀武扬威？有他在，本官不用找什么三法司，现在就能杀你。你敢？你敢危害社稷，本钦差有什么不敢的？来人！孙大人，惠安伯毕竟是皇亲之后，做事要慎重啊，不如回宫请旨，再行处置不迟。英国公，皇上已经答应过我了，无有不可杀者。刚刚那场火，你相信是意外吗？明明知道他们在这里吃空饷，侵吞民脂民膏，我们却只能干看着。我读这么多圣贤书，出来做官又是为了谁？孙大人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听我的，请旨吧。准备行刑！拦住他！王八蛋，你们要造反啊！不要！孙大人，我家里还有200两黄金，都给你，削我的爵位，罢了我的官，抄我的家也可以啊，留我一条命。斩！今日起，你们这些废物兵就由本钦差和英国公带了。现在本官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留下来继续当兵，本官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发粮饷，但你们要誓死为国效忠，若有二心，这就是下场。要是想走，大人，我们要回家去，还请大人恩准。好，你们走吧。孙大人，我说让他们走，没说让他们活。这些人若是逃出去，很快就会变成兵痞和土匪，继续为祸百姓，不能留着变成祸害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我的手底下不能有逃兵和孬兵，若是违反军纪，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英国公，这张庆军的尸体，你带回宫里去向陛下禀告吧。我就在这里，不管陛下怎么说，我都等着。要杀要剐，我也绝对不逃。这下捅破天了。先不说皇上，刘洪基那帮文官就不可能放过孙传营了。要是想强行保下他，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刘大人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孙传庭在经营里惹出大事了。孙传庭，他干什么了？再说了，他出事你急什么？刘大人，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，他把惠安伯给砍了。不就是把惠安伯给……你说什么？他砍了惠安伯？孙传庭，此人可斩！走，再跟我进宫一趟。孙传庭杀人了，惠安伯，仁宗爷的老丈人张琦之后，在经营任职多年，把经营管成那样，死了貌似也不冤，砍了就砍了吧。叫司礼监给孙清带个话，让他该干嘛还干嘛。陛下，孙传庭是奸臣，臣请斩孙传庭。刘洪勋，你们到底要干嘛？陛下，国家有奸臣，难道臣不该明言吗？孙传庭滥杀无辜，而且惠安伯乃是勋贵之后，您为何无动于衷？孙传庭的亡命起笔是朕给他的，朕也答应他可以先斩后奏，君无戏言。你们是要朕收回自己的圣旨吗？臣不敢，只是孙传庭滥用亡命奇变，草菅人命，此乃大奸大恶之人，还请陛下将他交由三法司处置，否则无法安天下臣民之心。张庆州很无辜吗？经营现在烂成什么样子，难道你们不清楚？朕觉得孙传庭没错。陛下，张庆真是有错，
但起码也要先审了再说。孙传庭直接动手杀人，他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一会儿再说。魏大丹，怎么了？不是让你们去传旨吗？陛下，奴婢该死。这大明朝就没个正常的官员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今天都怪怪的啊！陛下，奴婢有另请陈奏。关于惠安伯，臣其实之前收过他一笔贿赂，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惠安伯有黑历史，哟，还有意外收获，说说看。回陛下，之前先帝让惠安伯总督经营时，他悄悄找到奴婢，说还想要巡捕营的差事，他给奴婢200金，奴婢就在敕书上给他加了一句话。魏大丹，你干的这事，陛下饶命，奴婢是鬼迷了心窍，今后奴婢不敢了。你这事干得好啊！一个16、17岁的小孩子而已，懂什么治国？我必须出手。刘青，朕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陛下，臣以为还是先解决孙传庭这事吧。你先回答朕的问题。你刚刚提到国家法典，是不是说犯了王法的都该严惩？陛下圣明，正是如此。根据大明祖制，总督经营的话，能不能再兼任巡捕营？万万不可。经营与巡捕营都是京城防务的重点，怎可完全交由一人？若有人如此，就是违反祖制，其心可诛。哼哼，那是不是直接砍了也无所谓？当然，此人，陛下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朕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张庆珍他还兼了巡捕营的差事，孙传庭就是按这个罪名砍了他的，这下没问题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张庆忠这么干，总得有任命吧？有的，张庆忠他改了诏书，在上面加了监辖巡捕营字。你看看，又是违反祖制，又是修改敕书，这2样罪难道不够他死的？陛下，臣不信张庆珍如此大胆，他背后一定还有人，臣请彻查。够了，你有完没完？这个张庆追犯下如此罪行，其罪当诛。孙传庭杀他也没错，现在你还要不依不饶？那朕告诉你，那封敕书是先帝看过的，你是不是还要连先帝都一并治罪啊？臣不敢。不敢就好。刘洪坛，朕忍你们是因为你们对国家还有些帮助，但朕现在忍你们，不代表以后还能忍。孙传庭有朕的亡命旗牌，他要杀谁都是朕的意思。你要是要再弹劾他，那就做好准备，连朕都弹劾了吧。臣不敢，臣不敢。哼！魏大丹，奴婢在。你这么大声干嘛？告诉孙传庭，让他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奴婢领旨。3大营如今可用的士兵，竟然只有2000多人，其中能用的精锐，居然500座。500人，一旦到了战时，只能指望这500人守卫帝国的首都。程祖爷在上，我大明竟然落到这番田地，这个样子，如何去和皇上交代？事情到这一步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英国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只要陛下励精图治，我们实心用命，500就500，就有用这些兵为基础，练出5000甚至5万雄兵。伯牙，我已经努力在折子里写张庆玄罪大恶极，想来圣上不会怪罪你，但我担心百官不会放过你。万一圣上真的听了他们的话来严惩你，我跟你一起扛就是。太史公有言，人终有一死，或轻于鸿毛，或重于泰山。传庭能死在为国除奸的事上，已经死而无憾了。哪怕史书要记我一举，说我是大奸大恶之人，那也无妨。我只求问心无愧。大人，锦衣卫来了，领头的还是魏忠贤。伯牙，
还是我去看看再说吧。万一魏忠贤直接抓你去诏狱怎么办？皇上要真是叫魏忠贤来抓我，那就说明朝中的民意已经压不住了。那就算见了皇上，也不过是让皇上为难而已。英国公，皇上年纪不大，正是要威望的时候，你我身为臣子，自当为大明、为皇上着想。要杀要剐，我都随便了。那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虽然你我刚刚相识，但好歹也是知己了。哪怕舍了这个爵位，我也要保住你这个人。有口谕。臣孙传安、张维进，恭请圣安。朕安，孙传安，朕给了你圣旨和亡命旗牌，你要杀谁都是朕的意思。二位大人请起，陛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张庆珍他是死有余辜，二位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，不用担心太多。皇上圣明，全军准备进攻。娘亲，您还是到后面指挥吧，儿子带兵冲上去，这舒江明今天跑不了的。你娘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，还砍得动人。坏小子们，都看好，听好了。这是皇上给我的赏赐，也是给你们的。只要把今天这把仗打好，活抓了佘崇公，朝廷还另外有赏赐，本帅一定为你们请赏。我知道你们心里想，朝廷几时如此大方了？以前军饷不都是半借半抢来的吗？别不信，本帅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大方，目的就一个，剿灭这苏收明，还百姓和大明一个太平。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能！好，随我出征，冲上去！